这屋子中曾经关着一个苦命又幸福的女人，院中的龙胆花被法力滋养着，四季常开不败。若与他相爱的并不是姑苏蓝氏的清衡君，想必这会是一对神仙眷侣。魏无羡只敢这么想，却不敢这么说。可蓝忘机像是与他心有灵犀似的，停下娓娓道来的故事，轻声说道：若我父亲不是清衡君，他们必定幸福一生。魏无羡略微吃惊地挑挑眉，想不到有朝一日会从蓝忘机嘴里听到这样的假设。而蓝忘机则继续道：是蓝氏的规矩害了他们。魏无羡张着嘴，愣愣地瞧着眼前的韩光君，这辈子从没如此认真地瞧过他。我族前辈曾是僧侣，既为了爱人还俗，又怎会定下这么些规矩，叫族人一生都被这条条框框拘着，既无助于修行，也种不了地。魏无羡闻言失笑，无奈问道：怎么突然扯上种地了？蓝忘机认真道：离开村子前，我在药圃中种了些毛豆和韭菜，现在肯定可以吃了。我当时想给你做韭菜炒蛋和毛豆猪脚。其实魏无羡根本不懂毛豆和韭菜该怎么种，在什么季节种，好不好种，也没明白万事讲究的韩光君怎么会在药圃中种菜。但蓝忘机说的这样认真，他也情不自禁想象了一下，随后忍不住擦擦口水，嘟囔着说：听上去很好吃啊。然后蓝忘机握住他的手，承诺道：此件事了，我便不做仙门蓝氏的韩光君了。我们回家，我负责做菜，你负责吃。蓝忘机的手心很热，魏无羡从未想过韩光君的手会这么热。那个瞬间，蓝忘机琉璃色的双眸那样凝视着他，对他承诺一个平凡幸福的将来。耳朵烫得几乎要烧起来，心脏砰砰直跳。魏无羡那时候想，今日蓝湛怎么话那么多呢？而现在他独自坐在龙胆小筑前，那份炽热逐渐冷却了。他忍不住担忧，大军已经出发半个月了，到岐山了吗？开打了吗？他会回来吗？金陵走到他身旁坐下，魏无羡从乱糟糟的思绪中抽身出来。两人既是叔叔与侄子，又是舅舅与外甥，还是师叔与师侄，在这乱世之中，应是举足轻重的两个人，都被蓝忘机留在了这里，远离所有纷争与危险。金陵瞥了眼魏无羡身上的蓝氏校服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蓝氏校服，苦笑道：半年前我可想不到有一天我会穿成这样，和夷陵老祖一起坐在云深不知处数蚂蚁。魏无羡纠正道：我不是在数蚂蚁，我在数花。金陵敷衍点点头，在草地上躺了下去，抱着穗华，十分爱惜地轻轻摩挲。穗华被罩了一层障眼法，那极为吸睛的剑鞘剑柄都被遮了去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一把普通仙剑。魏无羡心下微痛，犹豫须臾，开口道：你在想你父母吗？我跟你说说他们吧。闻言，金陵望过来，少年人本该天真无邪的眼睛，在经过如此多变故苦难之后，已成熟了太多。他沉默一会儿，却说：你在想韩光俊吧？魏无羡的脸蹭的红了，无措的支支吾吾半晌，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金陵又说：你不喜欢金氏，不仅是金氏，你也不喜欢蓝氏，不喜欢姜氏，不喜欢所有家族。魏无羡下意识反驳：怎会？云梦姜氏可是我家，姑苏蓝氏是我少时读书的地方，我怎会不喜欢？那是年少时他恣意快活之处，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纯粹。金陵却摇头道：我说的并非故土，你不喜欢的是这讲究出身、讲究门第、讲究阵营的仙门。他们诋毁你的父母，诋毁我的父母，诋毁老姜宗主与于夫人，诋毁你，诋毁强者，又诋毁弱者。若是没有改变，将来还要诋毁韩光俊。魏无羡微愣，心中有什么早就该察觉的东西在骚动着。怎么会诋毁韩光俊呢？那可是韩光俊啊。金陵耸耸肩：大概是因为韩光君是你夫君吧。魏无羡干笑几声：不过玩笑而已，怎会至此？金陵看着他，静默许久，方才说道：在村中的那个月，韩光俊穿着粗布旧长，摘下了抹额，每日做菜干农活之余，便和村里屠夫学习杀猪。那双向来握剑弹琴的手杀了10来头猪，就为了等毛豆熟了，给你做毛豆猪脚。姑苏人做浓油赤酱的东西，喜欢往里头放冰糖，可村头哪有冰糖？韩光俊他砍了3天的柴，换了钱，大早上赶集去买来了冰糖。
他早早看上了一头上好的肉猪，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，他磨好了刀，打算第二天就去宰了它。魏无羡默默听着，心里又暖又麻，眼眶酸酸的，抱膝坐在草地上，将头埋进臂弯中。金陵又说：你说我父亲深爱我母亲，但他恐怕做不到抛开金家的一切，只做我母亲的夫君。我舅舅深爱我，但他肯定也做不到放下江氏，只和我过寻常日子。我小叔叔也深爱我，但在权势面前，他还是牺牲了我。在被追杀的时候，我问我自己，这世上果真没有纯粹的感情了吗？后来我知道了，是有的。他仔细凝望着魏无羡，望着这个他恨了10多年的仇人，想到舅舅告诉他，这人曾经为了给他送江氏银铃，最后惨死。想到夷陵老祖的传说，想到他抱着自己，哽咽着叫自己如兰，有水滴的声音。魏无羡蜷缩着，将自己藏在臂弯中，肩膀颤抖着，压抑不住的抽噎声久久不散。可就在这时，岁华突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一个传送阵莫名在两人身下现身。魏无羡猛地抬头，眼角上有泪痕，急忙捉住金陵的手。周遭摇晃起来，他大声说：如兰，别松开！金陵感觉到仿佛有个缥缈的声音在呼唤着：阿玲，阿玲，不要怕。明明上一个呼吸间仍在云深不知处的龙胆小筑前数花聊天，回忆过去，畅想未来，可不知何处而来的传送阵发出耀眼光芒，裹挟着魏无羡与金陵一起去向了预料外的未知。风很大，猎猎声不停，吹得魏无羡睁不开眼睛。他闻到血的气味，新鲜的血，凝固的血，腐烂的血，一层一层夹杂着腐烂与死亡的腥臭，铺天盖地地钻入他的五感。还有厮杀声，亢奋的、绝望的、入了魔的杀意。他想，他应该是在战场。魏无羡非常熟悉沙场，在这里，人不再是人，而是杀戮的鬼，杀到敌人倒下，或者倒下的就会是自己。在射日之争的那些年，蓝忘机曾不止一次担忧他失了心性，现在想来，蓝忘机是对的。无论是否离经叛道，战争都能把人变成鬼。蓝忘机，蓝湛。当年他屡屡阻挠自己，当真是为了驱魔除恶吗？在周遭不知情况、睁不开眼睛的裂缝中，魏无羡不合时宜地发起了愣。方才龙胆小筑前胸膛的悸动仍未褪去，一颗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着。自从重逢蓝忘机以来，他似乎经常这样心跳加速。魏无羡无法停止去回忆与蓝忘机一同隐居的那1个月。他为人不拘小节，记性又差，从来不记得什么鸡毛蒜皮。可在如今前途未卜的境况之下，魏无羡竟发现那1个月的所有细节却都历历在目。金陵对他说，这世上是有纯粹的爱的。魏无羡想，可能确实是有的。10余年前蓝忘机那样直愣愣地冲向自己，一点不懂曲折，不懂变通，大概不是为了什么大道永存，除魔卫道，而仅仅只是单纯的担心自己这个人而已。魏无羡活到这岁数，流浪过，逍遥过，得意过，落魄过，甚至死过，已是丰富而波澜的人生。可一级平生，似乎再未有第二人如同蓝忘机这般毫无利害关系的，只是简简单单的关爱他。会是他想的那样吗？想见他，想见他。什么打仗，什么正义，什么仙门百家，皆为虚妄。魏无羡攥紧双拳，努力想要在裂缝中睁开眼睛。他想见蓝忘机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然后风突然停了。睁开眼，魏无羡发现自己已在不夜天。抬头是昏暗的天，不夜天的大殿富丽堂皇，扬言旗飘扬，如同天上烈日一般永不坠落。魏无羡脸色一白，不可置信，他竟然来到了射日之争决战那日的岐山不夜天。不见阿玲，该是与他一起来的，可这里却只有自己。魏无羡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温若寒身后，那个瘦弱无害的身影就站在阴影处，看不清样貌，似乎是最为温和的模样，而那就是今后10余年的仙都。可这些都不是他关心的。魏无羡移开视线，往高处望去，果然在一处屋檐上瞧见了蓝忘机。蓝忘机左手捏诀，右手抚琴，碧尘在空中飞舞，优雅而又强大。所到之处，温室门生齐齐倒下，各家校服的侍者们尸体叠着尸体，刚刚倒下，
便被一阵乐声叫醒，不祥的吼叫响彻天地。失去意识的凶尸听从着笛声的指挥，继续着厮杀。魏无羡侧过视线，看到蓝忘机身旁3步，上一世的他自己满面戾气，吹奏着陈情。